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因为一篇小作文，国民级主播的我被送上了风口浪尖，自家小编用大号被刺， CEO 直播开会煽风点火，公司高层态度一致，没有你我们一样可以。一套卸磨杀驴的组合拳下来，彻底寒了我的心。而就在我停播的第5天，公司账号掉粉千万，股价暴跌数十亿港币，直播间涌入无数人痛骂，对家简陋扶摇直上。这时公司终于慌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希望你活得坦荡，也赤诚善良。夜色难免黑凉，前行必有曙光。我在镜头前说完最后一句，结束了今天的直播。不知道谁大喊一声，粉丝突破5000万了。直播室里众人顿时欢呼起来。哇哦，太棒了，比预计的早了1个礼拜啊，多亏了思博，今晚那段朗读简直就是神来之笔。直播同时观看人数超过100万，全网第一呀！不愧是咱们的顶流主播。我笑着摆摆手，心里却无限感慨。2年前公司起步艰难，直播间一度只有几个人，可就在某个晚上，我即兴发挥的一段关于农产品的小作文，吸引了数十万人涌入直播间。当晚销售额创下了奇迹，吕思博3个字一夜之间火遍全网。所有人都在惊叹，原来卖货竟然可以不用吆喝。山川河流，风花雪月，万家灯火，柴米油盐，这样一种浪漫的带货方式，简直就是直播间的一股清流。短短1个月，公司账号涨粉千万，从此我们的知识卖货一炮而红，以强硬的姿态打败所有竞争对手，常年位居榜单第1。所有人都在说，没有我就没有今天的西方家选。这时候 CEO 宋周成走了进来，我向他征求意见。宋哥，明晚的直播咱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5000万粉丝福利，到时候我可以。没想到他却打断我，思博，明晚你不用直播了。我一愣，刚刚还热闹的直播室瞬间安静。宋周成表情严肃，提高声音道，小作文事件这2天愈演愈烈，再闹下去恐怕对公司影响不好，所以思博先休息几天，他的直播换其他人顶替。我觉得简直莫名其妙，粉丝们总夸我金句多，小作文好。但其实我早就说过，每场直播的文字有我自己写的，有文案团队写的，也有大家共同创作的。可前2天，公司的小编突然用大号置顶了一段500字的说明，字字句句都在为过去默默无闻的文案团队发声。我的一些粉丝认为小编在阴阳我抢功劳，小编坚持自己只是说实话，双方便争了起来。本以为过个几天，这个小风波就过去了，没想到现在宋周成竟然因为这件事让我停播。我的搭档雷子为我鸣不平，宋哥，这件事跟思博有什么关系？让他停播，这不公平啊！什么公不公平？现实情况就是这样。思博的粉丝显然已经失去理智，过于偏激，难保不会在我们的直播间说出什么不好的话，引起更大的问题。让他停播几天避一避，对他自己和公司都好。可是黄金时段思博不在，业绩肯定会大打折扣啊！团队里其他人发问，宋周成轻蔑地笑了笑，不以为意。别说我们现在已经有5000万的粉丝基础，就凭我们这1年来稳居销售榜第1，流量渠道已经很稳定了，怎么可能只因为1个人就被影响？我皱眉看向宋周成，他对我有意见，
我其实早就有感觉了。论职位，他是 CEO， 在所有人之上；可论人气，我作为顶流主播，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宋州城眼红我的人气，嫉妒老板和董事会对我的看重，明里暗里讽刺过我好几回。我为了团队的和谐，都忍了下来。我直截了当问道：“宋哥，这是你的决定？”宋州城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一字一句道：“这是公司高层的一致决定。”高层一致决定，我心一沉，让我休息几天，却不告诉我到底是几天。第二天晚上，本该我的直播时段，宋州城亲自上了。他不太熟练地跟另一个老主播配合，介绍各项产品，频频看向提词器，全程因为兴奋而脸颊微红。他甚至在拙劣地模仿着我的直播风格。公屏上诸如吕思博怎么不在？吕思博呢？我们要看吕思博。这种话层出不穷。宋州城扶了扶眼镜，笑道：“看来大家都很关心我们的思博呀。我在这里解答一下，因为最近众所周知的那件事，思博作为当事人，心情和状态都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他主动提出停播一段时间。等调整好了，相信他很快就能跟大家见面。”贼，我主动要求停播，他这么说不是陷我于不义吗？果然，有人立刻在公屏上留言：“哟，大主播发脾气了，工作是工作，想不播就不播，太任性了吧？人家是明星主播，跟其他人不一样呢，有资格耍大牌。你换个主播试试。你看他们敢吗？”我自问直播以来，从未将个人情绪带到工作里，即便好几次身体不舒服，都是坚持带病直播。怎么能接受这种污蔑？我忍着怒意给宋州城发了条消息：“宋哥，你在直播间里关于我为什么没有上播的那番话，让我很不舒服。况且那根本就不是事实。”我耐着性子等到他下播，他始终没回复我。我的私信不回，他却在公司大群里发了条喜讯，兴高采烈地宣布今天直播非常成功。今天的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虽然比平时少了不少，但是营业额反而还高了一点点，而成交量几乎是平时的2倍。10来张直播统计数据的截图被发在群里，群里顿时各种恭维的话，什么宋总就是厉害，什么看来之前的业绩好，不是因为谁直播，不过就是占了黄金时段的好处罢了。反正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意思，没有我不是不行。说话的几个人都是平时爱巴结着宋州城的几个狗腿子。雷子给我发消息：“老狐狸精明得很呐，你别看今天的成交量那么高，其实都是他擅自做主，补贴了不少优惠券，有些品咱们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根本是在赔钱赚吆喝。”他嘴上说着有你没你都一样，其实心里也担心数据太难看，老板那边不好交代。原来如此。此时，宋州城开始总结陈词，由此可见，是我们西方加选的品牌足够响亮，并非某些人的个人功劳。互联网总流行那句话：“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咱们团队的人当然都是人才。以后的黄金时段，我会轮流安排大家直播，相信要不了多久，人人都能出头。人人都是顶流，10几个人跳出来溜须拍马，直夸 CEO 错置有方。宋州城好不得意，我无语了。安排我在黄金时段直播，是当初公司根据各种数据、营业额、人气综合分析，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才决定的，并非我霸占着这个时间段，不让别人出头。紧接着，宋州城又发了一张图片，那是一份直播排班表，有宋州城、
有公司其他的几10个直播，唯独没有我。我让策划做了这个，未来1个月我们就先按这个安排走。我一时之间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骂，都做到这份上了。我再看不懂公司的用意，我就是傻子。为公司当牛做马，兢兢业业，立下汗马功劳，到头来他们却用这种方式来排挤我。说不难受是假的，更多的是寒心。我当晚就买了回家的机票，既然让我休息，那我确实是没必要继续待在公司了。宋州城让人用公司账号公开了那张直播排班表。如果说上次的小作文事件只是偶然，可这回官方的态度就太直接了。我的粉丝们纷纷冲到公司账号底下和直播间里留言，为什么未来1个月的直播都没有吕思博？怎么可能休息那么久？你们是不是故意针对他？我就说没有上头授意，一个小编怎么敢用大号说那种话的？哪有正常人拆自己家顶流的台？心疼思博，到底啥意思呀？说句话呀，小编，前几天你不挺能说的吗？什么呀？我在你们这儿买东西不就是为了看思博吗？现在都不让他播了，谁还在你们这里买？大家有没有觉得他们公司的管理很混乱？妈的，取关了！仅仅半天，公司的账号掉粉20万。与此同时，我的个人账号留言、微信消息、短信电话都快爆了，粉丝们的询问，亲朋好友的关心，同行各路媒体的打探，简直应接不暇。雷子给我发消息，老板看到网上的动静，找宋州城问话。宋州城拍着胸脯跟老板保证，说问题不大，一些不理智的言论而已，很快就能控制住。我回复，恐怕没那么简单吧。公司账号粉丝5000万，可以说至少一半都只是因为喜欢我才关注。千万级别的粉丝，如此大规模的粉丝群体，足以煽起一阵劲风。是啊，但是宋州城这次真的很有信心，今晚上好像还是他直播，看他怎么说。他还给老板说，绝对不影响公司业绩。你说他到底哪来的信心？说句不该说的，老板和其他高层能同意他对付你，也真让人想不通。我自嘲一笑，鸟进弓藏，兔死狗烹。咱俩成天在直播间给别人讲历史，自己却糊涂了。不过我倒是很好奇，宋州城到底准备怎么应对？晚上8点，宋州城自信满满走到屏幕前，他2只胳膊撑在桌上，领导的派头十足，一开口就是满满的说教味儿。今天就跟大家开个会啊！最近有很多不理智的粉丝一直在反复追问、质问、逼问我们为什么亏待思博。我作为公司的 CEO， 今天就代表公司给这些人一个明确的回复。首先，我们不否认吕思博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公司也从未在待遇上亏待过他。网上之前传言吕思博年入1000万，我告诉你们，不止这个收入。其次，请某些粉丝适可而止，别打着关心主播的名义害了主播。我们不欢迎任何饭圈文化，坚决和饭圈文化说不。我的话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不舒服，你们可以尽情骂我、批评我，但是请停止攻击公司、攻击其他主播、攻击小编团队。我言尽于此，奉劝有的人好自为之。说罢，宋州城习惯使然，把手里的手机往桌上猛地一摔。我全程皱眉看完他的演讲。平日里跟我们开会的时候，宋州城说着说着不高兴了，总会随手拿起手边的东西摔摔打打。因为他是公司领导，没人敢说什么。但是在网上，宋州城还没意识到自己恐怕要捅出大篓子了。果然，
宋周成刚说完，直播间的消息顿时飞快刷了起来，简直多得要炸了。这人脑子是不是有病？笑死！直播卖货还要给观众开会，什么玩意儿？大晚上被上市公司 CEO 拉去开会，还挨骂了，谁懂啊？家人们，白天在公司当社畜被领导破，被开会批评就算了，毕竟我拿钱了，怎么晚上回家买个东西也被开会？老子是来花钱的，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就问你，吕思博呢？为什么不让他直播了？没了吕思博的西方家选，直播也变得俗了，俗不可耐，还抵制饭圈文化呢。没有粉丝，你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不是你的员工，少给我们摆架子，全是嘲讽和谩骂。而公司账号的最新一条视频评论里，热评第一是讽刺宋周成的：我去商场买东西，导购对我毕恭毕敬；我在德云社听相声，郭德纲给我鞠躬，说我是衣食父母；我在西方家选消费，CEO 小宋又摔手机又开会，批评我脑残粉。你们是不是忘了自己是靠什么起家的？靠粉丝起来的时候，绝口不提饭圈，现在翅膀硬了，一句饭圈文化要不得，我真是一脸懵逼哦。热评第二是支持我的，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圈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偶尔在直播间里消费的消费者。我喜欢思博这个人，喜欢他跟我们像老友一样聊天，喜欢他跟我们分享自己最近读了什么书，喜欢他告诉我们那些中肯却不空泛的道理。他教会我吃健康的食物，多读书，丰富自己的内心，燃起对生活的信心。我喜欢他，不是因为那些辞藻华丽的小作文，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正能量。这不是宋周成想看到的。面对无数网友的指责，他有些懵。他身居高位多年，已经习惯了老一套的管理模式，说话做事都摆脱不了那个味道。可直播业务本就是粉丝经济，他不但错判了我们跟粉丝的关系，还大言不惭地敢面对数十万人说我们不需要饭圈文化。最后宋周成还没到下播时间，就被直播间的观众给骂到灰溜溜，提前离开了。宋周成的这次开会，更惹得外界对我和公司的关系浮想联翩。一些媒体给我发消息，开门见山就问：吕先生，您是否已经离开西方家选了？请问您与 CEO 宋周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网络上都在传，公司在您和宋周成之间选择了他。我没有回答任何人，但是心里已经做出了决定。宋周成给网友开会是一部大错特错的公关，可我却没忘记，他还要公开我的收入。先不说所谓的年入千万有多少水分，是否真的给我兑现，他这么做未必不是为了引导那些关心维护我的粉丝，因为仇富心理而倒戈，真是用心良苦啊。宋周成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公司群里大骂我的粉丝们都是无脑户主的傻逼，骂了10分钟，好像才想起我也在群里，把我给踢了。我已经无所谓了。第二天一睡醒，我就收到了雷子的电话。我的妈呀！昨晚公司账号直接掉了300万粉丝，退货率比之前升了20%，销售额就更不用说了，惨不忍睹啊！现在好多品牌方都找老板抱怨，说直播换人对他们影响太大了，而且宋周成那波败坏公司形象的直播已经被传得全网都是了。老板今天到公司发了好大一通脾气，我淡淡道：宋周成最不应该干的就是自不量力给网友开会，他现在准备怎么办？话音刚落，我收到一条消息，竟然是宋周成发来的语音。
他居然有脸来对我发号施令。思博，说到底，这次闹事的都是你的粉丝，你有责任出来引导和约束他们。我笑了，他干的破事，却找我擦屁股，而且他也不看看。他开会那段视频已经在全网爆火了，骂他的早就已经不单单是我的粉丝了，尤其是广大的打工群众。谁受得了他那副高高在上的资本家嘴脸呢？宋哥，不好意思，我已经回家了，这几天没怎么关注网上的消息。您不是让我好好休息吗？而且我今天一早醒来，发现我都不在公司的群里了呀。宋周成还给我摆领导架子。行了，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你别忘了是公司培养了你。现在你的粉丝疯了一样，你看看都闹成什么了。公司给了我平台和机会，我是感激，但是这2年我也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做出了碾压任何人的业绩。我认为我对公司没有亏欠，不好意思，本人不接受道德绑架。后宋周成没有听到自己想听的，有点破防，气急败坏地喊起来：绪吕思博，你是不是以为没有你，我们就真的不行了？你别太高看自己，没有了我们西方家选这个平台，你什么都不是。可西方家选没有了你，还是那个西方家选，那我从来没有高看自己。倒是宋总，可能需要好好认清自己的位置和能力。容好，你别后悔，请后悔，倒开什么玩笑？公我现在哪有时间后悔呢？重宋周成这一系列操作，已经让行业内很多人都猜到我在公司是什么处境了。好向我抛出橄榄枝的公司数不胜数，胡要么是看中我的个人 IP 自带流量，要么是表示对我个人非常欣赏，而且每家开出的待遇都远高于西方家选曾经给我的。这其中还有一个人是我曾经的同事，也是我的师兄，高旭。是高旭因为跟宋周成理念不合，1年前辞职出去创业了。看他创办了一家以卖书为主的网上商城，他给我发消息：思博，我知道现在想挖你的人很多，每一家都给你开出了极其丰厚的报酬。我实话实说，我也想挖你到我这里来，但是我现在开不起那么高的工资，我只能承诺，你在我这里，我可以为你提供100%的资源支持和信任，我也可以保证你在我这里有绝对的自由，贯彻你的理念。所有人的短信和电话我都没有理会，唯独师兄的这条我回复了。师兄，你让我想想，过去2年一心扑在工作上，忽略了家人，忽略了自己，现在我只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静下心来，先享受一阵子再说。相比较于我的闲适自在，宋周成可就不好受了。网络舆论发酵速度很快，来自老板、董事会、品牌方的压力越来越大。宋周成给团队下令，但凡是敢在直播间或者账号留言里出言不逊、为我说话的账号全部拉黑。然后他还找了不少水军给自己辩解，只可惜他阻止得了100个人、1000个人，却阻止不了1万人、10万人。直播间销售额骤降，几十家品牌方要求解约，宋周成没办法，只好主动提出可以免掉坑位费。而之前付过坑位费的合作方知道这个操作以后，纷纷来找宋周成要说法，把他忙得焦头烂额。雷子有点幸灾乐祸，这老狐狸前几天还嘚瑟呢，现在傻了吧？真是活该！你说他都 CEO 了，怎么一点容人之量都没有？这种人怎么配坐那个位置的？我笑，所以我们当不了 CEO 啊。公司账号的粉丝量从我停播那天到现在已经掉了1000万，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网友们
甚至每天都蹲点记录，要看看账号今天掉的人数跟昨天比有没有变多。粉丝数量还是小事，更要命的是，公司的股价在这几天暴跌，市值蒸发50亿港元。这是宋州成打死也没想到的结果。他到底是没顶住压力，最后不得不出面来了个道歉声明。视频里，他一脸疲惫，短短2天，好像老了10岁一样。各位网友，各位粉丝，我是宋州成，我要为前2天我的不当言行郑重道歉。我不应该错误地把一次本该诚恳的交流定义为开会，更不应该因为焦虑和精神高度紧张就出现摔手机这种不恰当的肢体语言。虽然我并没有那个意思，但传达出来的感受让大家觉得不是就是我的错。西方家选从直播第1天至今，我们感谢每一位给予关注、喜爱和支持的广大粉丝朋友，是你们的存在，才有了西方家选今天的一切，包括今天的我本人以及公司，绝对不会因为任何原因抵制我们的朋友。再次为我前2天不恰当的语言表述而道歉，我保证，未来我会更加谨言慎行，不辜负每一位粉丝朋友的期望。不管这段话他说的是否真心，但姿态倒是放得挺低了，只可惜没几个人买他的账。直播间里观众之前怎么嘲讽，现在照旧。宋州成的道歉似乎一点作用都没有。无数自媒体账号、各大平台、所有互联网大 V 几乎都在讨论这件事。公司和宋州成到底对不对得起我这个大功臣？同情我、为我说话，就是新一波的流量密码。他们说，以吕思博为西方家选做的贡献，即便是1000万收入也远远不够。你们看看跟他同级别的那几个主播，年收入都以亿计。他们说，宋州成的开会事件暴露了公司管理上太多漏洞。这家公司的文化就是排挤出头鸟，有本事的人都待不长久。他们说，即便吕思博出来单干，有的是人想给他投钱。关于我的猜测和流言满天飞，甚至有人说某位大佬3顾茅庐。我终于被其诚心打动，跟他签署了协议。越来越离谱了，而我这个话题漩涡中心的当事人正带着家人在三亚度假呢。雷子不时地跟我透露宋州成的最新动向，业绩下滑的厉害，他每天都像吃枪药了一样，一点就炸，还给我们下死命令，要求每个人必须分担多少多少营业额，达不到就扣绩效。妈的，特么的，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好几个人已经受不了了，递了辞职信。结果宋州成背地里还骂他们狼心狗肺。他奶奶的，宋州成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心性？跟他共事这几年，我也大致清楚，在他眼里，不允许团队里有任何人的光芒盖过他，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脱离他的掌控，即便最后的结果都是为了公司好。我躺在沙滩椅上，晒着太阳，嘬了口椰子汁，长叹道：看来这次我顺势离开也不是什么坏事。你真的决定要走了？其实现在这个状况，大家都能猜到，公司还是少不了你，他们迟早要叫你回来的。当初让我滚，我滚了，现在想叫我回去，不好意思，滚远了。从三亚度假结束回家前，我绕路去了趟师兄的公司。参观完毕后，2个人坐在一起喝酒叙旧。师兄还是和过去一样不善言辞，但说起他的事业，他立刻开始滔滔不绝。思博，我们团队现在就缺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明人不说暗话，你是顶流主播，有影响力，有号召力，有粉丝基础，
这对我们来说都特别宝贵。但是对我个人来说，非选你不可的理由只有一个。我拿着酒杯看向师兄，他眼里闪着热切和兴奋的光芒，一如当初。你是真正爱书的人，只有你这样的人，才能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人们重新看到阅读的价值，让大家明白读书是真的有用。我打趣道：师兄，你就这么相信自己的眼光啊？我的眼光不一定看什么人都准，但是那个人是你的话，绝对没错。我动容了。我停播的第2周，公司账号掉粉2000万，网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什么时候再掉1000万？流量不会消失，但能转移。几家和西方家选的直播风格、带货方式都极其相似的直播间流量暴增。再过去，他们甚至称不上是竞争对手。破天的流量和富贵，换谁谁都得疯。各家都使出浑身解数，要留住这波来之不易的捡漏流量。你西方家选主播敢摔手机发脾气，我们的主播文质彬彬谈吐文雅。你西方家选给粉丝开会，我们的粉丝是衣食父母。你西方家选坚决抵制饭圈文化，我们全都听粉丝宝宝的。粉丝爱看什么播什么，爱听什么说什么，想买什么卖什么，都是人精。这下可好，粉丝掉了，股价跌了，流量跑了，对家还起了3、4个。再这样下去，什么都没了。宋州城快急疯了，网友们每天来直播间，不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为了发泄不满。宋州城作为众矢之的，他的各种黑历史被网友扒了出来，在镜头前阴阳怪气挤兑我，在老板面前谄媚巴结，甚至多次耍手段搞小团体，逼走公司多位优秀同事，局面愈发不可控制，已经不是宋州城买水军就能扭转的了。这件事从发酵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幕后的老板终于坐不住了，他亲自录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他首先表达了对网民们的歉意，然后承认因为自己的疏忽，没有及时发现管理上的漏洞。为此，公司决定停播3天，所有人反思自己的错误。最后表示，吕思博很快就会结束其他的工作，回到直播间里来。哈，我会结束其他工作，回到直播，打量我心善没有给公司落井下石，就张口胡来呀。宋州城给我打来了电话，思博，最近休息的怎么样？差不多了就回来吧。我可真佩服他的厚脸皮，发生了这么多事，他居然还想着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一点面子都不想给他。宋总，找我回去做什么？你是公司的主播，当然是回来直播了呀。不对吧，宋总？我记得那份排班表，1个月之内都没我的直播呀。听我说起这个，宋州城尴尬地干笑了2声，他继续跟我打马虎眼。你管那个做什么？就是策划随便弄的，沟通没到位才把你漏了的。只要你回来，咱们的黄金时段还是你来直播。思博，前段时间大家可能闹了点小误会，只要你回来，我相信就都解开了。我勾起嘴角，我想没这个必要了。宋州城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啊，什么意思？宋总，今天早晨我已经向公司提交了离职申请，在我休假之前，我已经和其他同事做了工作交接，请您记得给我审批。我主动离开，放在2周前，应该就是宋州城和公司高层最乐见其成的结果。但是现实教他们做人，我离开后，每一项直播数据都赤裸裸地打脸宋州城，没了我，他们就是不行。宋州城沉默不语，我猜他此刻在电话那头，牙都快咬碎了吧。明明嫉妒我嫉妒的要死，恨不得我赶紧消失，
却又不得不低声下气求我回去。这种感觉可能比杀了他还要难受。就在我要挂掉电话的时候，他忽然又开口：“思博，你别冲动，之前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跟你道歉，好吧？你明知道现在只有你回来，公司才能度过这次难关。”喂，宋总，我这里信号不太好，先挂了呀。我不傻，即便我心软，这次回去帮公司度过这个危机，老板和宋周成也不会因为感激我而改变他们最开始的想法。或许从我爆火的那天开始，他们就在考虑什么时候赶我走了吧。我的离职申请没被批准，宋周成让人事给我传话，说我和公司的劳动合同尚未解除，就还是公司的员工，必须服从公司的安排。现在公司喊我回去，我必须回去，这是软的不行来硬的了。我说，那你们就按旷工处置我吧。宋总如果觉得不满意，咱们走劳动仲裁也行。法院如果判我赔偿，我赔钱就是了。人事碰了个硬钉子，只好跟宋周成汇报去了。雷子知道这件事快笑晕了，真有你的，我也准备走了。公司忒没人情味，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那宋周成岂不是更生气了？管他呢，而且他现在都自身难保了。昨晚上董事会通宵开会，还不知道憋着什么大招呢。果然，董事会做了个重大的决定，公司全网所有平台同时发布了一条通告，经董事会决定，免去宋周成 CEO 职务。发布公告之日起即刻生效。网络又炸开了，网友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这家伙就是自己作死，有的说西方嘉选总算干了一件正确的事儿。更多的人问吕思博到底什么时候才回来，反正没有一个人同情他的。我的所有粉丝都是一个态度，吕思博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没有了吕思博的西方嘉选，和其他卖货直播间又有什么不同呢？不出意外，老板亲自来找我了。西方嘉选是你的家，是你一直奋斗拼搏的地方。我相信你对这里感情一定很深厚，不比我少。所以我是真诚的希望你能考虑清楚，不要因为冲动和赌气做出后悔的决定。我诚恳地回复他，您说的对，我是对公司感情深厚，说要离开我也舍不得。那你如果公司真的跟我谈感情的话，那大家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所以您今天应该跟我谈条件，而不是讲感情。老板叹了口气，又笑道，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董事会商量过了，只要你回来，我们承诺给你5%的股份。要知道，宋周成也不过只有2%而已。除此之外，公司还可以单独为你配备一个团队，你的业务以后都由你说了算。条件的确很诱人，很可惜，我不需要了。公司壮士断腕一般免掉了宋周成的 CEO 职务，试图平息网络风波，但是他们的人气已经一落千丈。仅仅1个月时间，曾经引以为傲的流量也已经被其他几家对手公司瓜分干净。不少其他主播因为各种原因纷纷跳槽，直播间人数从过去每场10万加跌落到只有几百人，其中至少有一半还是去吃瓜看热闹的。去公司拿我自己东西的时候，碰到了宋周成。他胡子拉碴，面容憔悴，哪里还有曾经半点上市公司 CEO 的气势？一见到我，他又羞又恼，眼神中还有几分憎恨。吕思博，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宋周成，我不是你，没你想的那么无聊和龌龊。我从容地从他身边走过，刚出大门，几十家媒体记者就涌了上来。
吕先生，听说您已经跟百家图书的高旭高总签订了合作协议，请问这事儿是真的吗？对方的报酬特别高是吗？您离开西方家选是不得已为之，还是赌气呢？公司现在处境艰难，你选择一走了之，真的不会心里有愧吗？有人说您这种行为无异于落井下石，您怎么看？我直视镜头，我知道在这些镜头后面是数十万数百万双眼睛在看着我。我笑了笑，缓缓开口，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